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 Tony 開講，我要繼續談中華民國在台灣1957民國46年的歷史。這一年的台灣發生一次嚴重的反美暴力示威，數千名民眾衝入美國駐華大使館，搗毀館內所有的設備及文件，造成美國駐華大使館損失慘重。1950年代的台灣還是白色恐怖時期，實施軍事戒嚴，社會受到嚴密的控管，而美國又是當時中華民國最重要的門邦，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一次事件呢？這個事件爆發於1957年5月24日，所以又被稱為524事件。又因為事件起因於劉志蘭命案，所以又被稱為劉志蘭事件。劉志蘭是陸軍少校，任職於革命實踐研究院，地址就在今日陽明山中山樓園區內。這件命案發生於1957年3月20日夜晚。劉志蘭在參加完友人的婚宴之後，在返家的途中，卻在陽明山宿舍區的一位美軍陸軍上士羅伯特·雷諾居住的宿舍外50公尺的斜坡上，身中2槍死亡。其中一槍是遠距離造成的傷口，另一槍是近距離射擊胸部造成的致命傷口。這個事件的地點就位於今日陽明山前山公園附近的湖山路一段6巷3號，現址是現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員工宿舍。當時命案的報案人是雷諾的女傭。當警方抵達時，發現劉志蘭已經死亡，而雷諾也承認是自己開槍射殺劉志蘭。他聲稱因為發現有人在戶外偷看他妻子洗澡，所以他開了第一槍打中劉志蘭。然後他要女傭報案時，劉志蘭卻手持鐵棍向他走近，所以他才又開了第二槍，導致劉志蘭的死亡。當時雷諾因為涉及刑事命案，所以被警方帶到警局制作筆錄。當筆錄制作完畢，警方打算將雷諾移送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的時候，這時候美國憲兵抵達，主張雷諾是美軍顧問團的團員，依雙方政府的協議約定，美軍顧問團的團員享有外交官待遇，而不受中華民國的法律管轄。所以當時政府只好將這個案件交給美軍軍事法庭審理，而審判的地點就在現今台北市信義路美國在台協會的舊址。當時由8名美國憲兵組成陪審團，審理的結果出爐。美軍軍事法庭於5月23日宣判，羅伯特·雷諾的誤殺罪不成立，無罪釋放，並立即將雷諾遣送回國。消息傳出，輿論譁然，都認為審判不公平。美國軍人在台灣殺人卻無罪釋放，而且立即返國。隔天5月24日，聯合報就刊出劉志蘭的遺孀的媒體投書，他向社會及政府呼籲，伸出援手，為先夫伸冤，為國人爭人權。然後上午10點鐘，劉志蘭的遺孀前往美國大使館的大門前舉牌抗議。當時廣播電台的記者在現場採訪，進行廣播。民眾聽到消息之後前往聲援。到了下午1點鐘，已經有上千名民眾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前，而且已經有民眾開始向大使館內丟擲石頭。而當時在現場的警方卻只有監控，而沒有進一步的作為。到了下午2點鐘，現場聚集的民眾已經達6000人，場面瞬間失控。有民眾高喊"殺人償命，打倒帝國主義"，民眾開始以石頭、磚塊、木棍攻擊美國大使館。隨後有民眾翻越圍牆進入美國大使館，並砸毀汽車、家具，燒毀文件，並毆打館員，導致美國駐台大使館遭到嚴重破壞。美國大使館在當天下午2點鐘，整個場面就失控了。然而到了晚上8點鐘，軍方才介入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，台北市實施宵禁。台北市武術部隊抵達現場，展開驅離行動，才將持續10小時的暴亂場面結束。在軍隊的震爆過程當中，導致民眾3人死亡，33人受傷，
111人受到逮捕，史稱524事件，又稱劉志蘭事件。我今天在這裡回顧68年前發生的劉志蘭事件，當然不是想重審這個案件，或是評論當時美國軍事法庭的審判是否公平。這樣的案件如果是發生在今日的台灣，那我相信結果也是會導致很多民眾聚集在 AIT 美國在台協會的大門前遊行示威抗議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一個美國軍人在台灣殺了人，台灣的法院竟然無權處理，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夠傷民族自尊心了，何況是美國軍事法庭審理的結果是殺人無罪，無條件釋放。而以台灣現在的自由民主，這樣的事件一定會成為政治網紅及政客絕佳的炒作話題，他們一定會借着這樣的事件來大肆炒作，提高個人的聲望及網絡流量。所以劉志蘭事件如果是發生於今日的台灣，那麼在政治網紅及政客的操作之下，我相信很可能也會有數千名民眾聚集在 AIT 的大門口舉牌抗議。但是現場的民眾有沒有能力能夠攻陷 AIT 美國在台協會呢？我認為是絕無可能。因為美國在台協會是重要的機構，相當於美國駐台大使館，警方絕對不會大意，也不可能有所閃失。只要群眾稍微聚集，台北市警察局保1、保2總隊及相關情治人員就會迅速部署，防範可能衍生的群眾失控事件。以現在台灣的自由民主，我們的警察部隊都能夠從從容容、游刃有餘地捍衛美國駐台機構，更何況是68年前，台灣是處於軍事戒嚴、白色恐怖、社會受到嚴密控制的一個情況，這更是絕不可能的事。但是為什麼它發生了呢？就是因為背後有政治勢力的介入。524事件的隔日，美軍顧問團即致電美國國防部，表示有證據顯示該事件是早有預謀的安排。同一天，5月25日，美國駐華大使藍欽向中華民國外交部提出抗議，外交部長葉公超代表政府道歉，並同意賠償一切損失。5月26日，中華民國駐美國大使董顯光也向美國國務院正式提交道歉書。因為這個事件，當時中華民國政府顏面掃地。5月26日，蔣介石總統在士林官邸召見藍欽大使，並當面道歉。當時的場面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美國大使藍欽一定是憤怒地向蔣介石總統抗議，說這個事件絕對不是一個偶發、突然、臨時的狀況，是背後有政治勢力介入，是故意造成的暴動事件。而這件事情當然與蔣介石總統無關。蔣介石一生見過多少大風大浪，他怎麼可能會因為一位台灣軍人被美國軍人誤殺，而為此甘冒外交禁忌，縱容群眾去攻陷美國駐台大使館呢？每一個國家的駐外大使館都是象徵着國土的延伸，你入侵美國大使館，就等於是入侵美國領土；你攻擊美國大使館，就等於是攻擊美國。這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外交事件。在這個事件之後，參謀總長彭孟吉上將、台北衛戍司令部司令黃增福中將、憲兵司令部司令劉偉中將、台灣省政府警務處長岳幹先後遭到撤職。而蔣介石總統也因為這一事件，將相關的情治單位台北衛戍司令部、台灣防衛總司令部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、台灣省民防司令等單位合併整編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部，統一權責，以防止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。而根據美國派遣來台負責調查這一事件的美國總統特別助理理查茲，當面向蔣介石總統表示，蔣經國領導的救國團在事件中扮演積極角色。
當時蔣經國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，而當時的副總統陳誠則公開向人抱怨說，這件事情就是蔣經國幹的。也因為如此，所以當時台北衛戍司令部、台灣防衛司令總部、台灣省保安司令部、台灣省民防司令部的警備部隊有所顧忌，而不敢基於本身的職責而立即做出適當的處置，直到事件失控之後，才不得不緊急鎮壓。後來蔣介石總統為了緩和與美國的關係，於是將蔣經國調離現有職務，改為出任行政院退出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。蔣經國因此暫時離開權力圈，率領退伍的農民投入台灣中部橫貫公路的修築工程。而蔣經國在1957年5月24日的日記中記錄：今日台北群眾因不滿軍事法庭對劉志蘭案之判決，舉行示威，並搗亂美大使館與美新聞處，造成對國家最不幸之事件，痛苦萬分，且自感有失職責之處，惶愧非常。而劉志蘭事件帶給我們的歷史教訓就是，要醞釀及發動一個群眾運動十分容易，但是一個群眾運動一旦形成之後，有時它就有了自己的能量及走向，甚至發生質變，而脫離原本策動者所希望達成的目標。524事件如果真的是蔣經國所發動的，那我認為他原本的用意，也許是希望借着群眾的抗議，給美國政府施壓，以增加日後政府與美國外交談判的籌碼，希望能夠取消駐台美軍享有的治外法權。然而，當群眾走向街頭，在現場高昂情緒的感染下，群眾運動往往變成不受控、沒完煞、不願結束，而場面就可能會走向一個難以預料的發展了。這是當時蔣經國意想不到的結果，而導致他在政壇發展受挫，含羞帶愧地來到台灣中部的深山，努力修築台灣中橫公路。不過，因為這個事件，蔣經國在人生這個階段有機會可以多爬山，鍛鍊身心。而根據蔣經國的日記，在那一年，蔣介石總統在開動員會議的時候，還特別提起這個事件，痛心疾首地說：“都過了60年了，國人還不能汲取義和團的亡國教訓，令人可嘆，這是最大的國恥。”1957年5月24日的524事件，是台灣在戒嚴時期非常罕見的一次反美示威，但絕非唯一的一次。在多年之後，1978年的12月27日，又發生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反美示威，還差點釀成大禍。而當時的中華民國總統就是蔣經國。從1957年到1978年，還有21年的歷史路要走，我就一步一步的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聊。那我今天的同你開講就在這邊結束，我們下一集、下一年1958年見，拜拜。